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是很清爽那种。我还用炸弹鸡哇，那这个你们的锅底有什么配合？这里都是青菜，这是新鲜的东西，所以它鲜度比较高。像我们到中药行里面看到四大名捕啊，对，生龙燕桂，那所谓的桂就是我们的清华桂。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是那我们不去做施肥，不去做打农药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就整个完全是靠天吃饭。21线，俗称新中横公路，以台中东市为起点，终点在南投信义乡的塔塔家，是台湾西部最靠近玉山山脉的公路。对许多重机旅人而言，沿途环山缭绕，上一秒你可以穿梭林荫大道，下一秒就走进环湖日月潭，更往里面走，还会投入云海的怀抱。多变的风景不单是台21线的最大特色，更是串起中部山区的重要经济命脉。这回第一等小组就要带大家走进这条蜿蜒公路，来一场探索山林的公路之旅。首先，第一站就先来到好山好水的南投埔里，带大家尝好料。其实这个小白笋啊，是我们每次烤肉啦，然后一定必备嘛。我相信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你吃过茭白笋，但你没看过茭白笋原本的样子。这一次我们找这个蔡大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好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南投埔里的茭白笋。好，来，蔡大哥，你好。这个季节是茭白笋季节吗？第一期的产期哦，就是端午节前后。哦，你要过来再到下一波，就是到中秋节，正常的耕种法。哦，如果不正常耕种法，不正常耕种法就是不要让它睡觉啊。妈有狗。那你要让它点电灯照它，它就一直没有办法睡觉，它就一直生长。大哥所谓的让茭白笋没办法睡觉，意思是指茭白笋种植在冬末春初的时期，常发生生长不良、矮化的现象，因而影响收成。所以后来农民借由夜间照光的方式，以每日14小时的光照处理，让茭白笋可以长得头好壮壮。下面这种咖啡笋哦。对，这是已经第一期收采完毕。咖啡笋行安呢哦，这个我第一次看到，这远看很像牧草。我就知道你芒草很多人挂芒。好，你改看哪一边是茭白笋，是不是很像？哦，这个好割嘛，你轻松起来就割了啊，结果我跟你讲，这个是牧草，这会割人呢。蛋姐哦，我把它这样放到水里面哈，高度先不看哦，因为这是割断的。是不是超像的？对不？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哈。你看这，这个很利呢。对，旁边这里要小心，跟那个牧草一样，都会割的。这个摸起来比牧草利耶。它锯齿状的啊，你要眼睛很好才能看到那个锯齿。有，我看到很清楚了哈。我是被它割到才知道说，有锯齿。
哦，它这割到很痛哦，瞬间哦，那个会痛2、3天。哎，话说这茭白笋大家都吃过，但是还没出土前的样子，我想就不是人人都知道了。俗话说得好，自己的茭白笋自己采，想吃到新鲜好料，就得眼睛够利才行。走起来有没有？好像走在那个软啊，那个要慢慢走啊，像泥泞的地里面，太空也像太空漫步啊。来，哇，你那个运气很好。下面，这里就1根了，这里就1根。哪一根？这边很多根呢。哇，知道很多根，但是有1根特别不一样，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哦，这一只锁定，这里锁定一下。好。哎，有没有？要不要提示一下美感？我们农夫哈，要找的都是那个大口袋，越胖越好。这里一包都起来做大口，一口，厉害！这个看起来，这边看起来上大口好的。你搁用手落去也望看卖咧，大口拢藏伫后壁。有没有？下面很粗啊，下面大概有这样子。哎呀，比这样是对的啦。比这样对，差不多。这个我熟悉，这个吧。哦，对啊，先菇小花三角形造出来。哦，有一点这样三角。哦，对呀，有没有？你看看，还没好的是这边直的，这边有一点三角形，有没有？叶尾。嘿。我拢讲袂过量管啊啦，你就属于安尼，我都免甲拔起来，不，no，我就是讲拔起来的，别使，安尼，伸到最底部，刀子再转45度，把它割起来，好，到底，转45度，我割喽，割，永远不回头喽，对，你挂袂灯，你看到，挂袂灯，提起来我看。这样有吗？哎呀，这个哈，这无，这有啦，你看，推个3公分，推3公分，哦，茭白笋肉跑出来了，这个就很清楚了。哎，对，然后我们就用再转过来，大约比一下，跟刀柄长，切掉，这样是不是像是菜市场卖的茭白笋？哦，哎呀，一级笋呢。别以为收茭白笋只是随便割这么简单，跟路上竹笋不同的是，茭白笋的肉都藏在水里，采收除了要眼明手快锁定目标外，怎么割可是重要关键。要是下刀太浅，赔的不单是1根笋，更是将多日栽种的心血付之一炬哦。没有喷农药哦，所以友善农法可以生吃，这样剥，一直剥到底，剥到剩下一点点，从那个树那下夹，你不要从尾巴吃因为你不是吃草，就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了。等一下，脆有没有听到脆的声音？这是脆的声音，very 脆，very 脆，very 脆。因为我没有吃过生的，它那个口感，咬着，然后那个甜的汁液会在嘴巴里面散开，对，在嘴巴里面从舌头这样往外扩散，但那个甜是很清爽那种，就吃下去，因为现在里头像牙一样，太阳大，吃下去嘴巴会有一种凉爽的感觉。生吃就是这样了，不用沾任何的佐料，盐巴的龙面，不用，这样真的很甜。这不说你可就不知道了，生吃茭白笋这举动不是随便都能做的，必须是没农药、有机的种植环境下才能直接嗑，所以千万不要拿到茭白笋就往嘴里塞，记得先问清楚才行。好东西不止如此，这里还研发出百香果以及韩式泡菜腌茭白笋的创意吃法，包你吃了就深深的爱上它。这个一点一点的，它这个还不是很清楚，一点一点的。对，有一点黑的，对，这个是。以前我爸爸都留这个一点一点的给我们吃。为什么？他说这个是比较劣第2级的，好，就是没有卖相，是不是？其实茭白笋就是经过这个黑穗菌一点一点的让根茎种。你刚刚在割的时候，我们看到根茎有底下那个的根茎种膨大结成笋。它就是用这个一点。那现在医学报道说，这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钙质。所以吃茭白笋会可以美白，就是 ACE 钙。
哎呦，好科学哦！你看它好大一片，你看它多厚，它不是小鱼头，它这个肉超厚的，还用炸弹酥哦，好香哦！我的天哪！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钓，这是泡菜，它是韩式口味，韩式口味的。可是它是泡菜的。哦，这很好吃。白饭了，对不对？来碗白饭。这个厉害。哦，这个好惊艳。对。哦，这个好好吃。加一碗白饭更好。白饭或者是稀饭。稀饭对不对？这个怎么这么刷嘴啊？对。它虽然以韩式泡菜来，它是比较偏辣一点点的，超级惊艳。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微比较辣一点点是对的。这个其实直接买回去，你就拿牙签这样插着，然后2杯冰饮料，哎，就可以舒服，对，舒服。它其实放在泡面上也不错哦。尤其是像年轻人啊出外啊，那你就是它变成酸的时候，它没有变酸的时候你就单吃，它酸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泡面上炒饭，对，炒面，很下饭，尤其是像这样子的夏天。有没有？第一等小组推荐就是不一样。埔里茭白笋不止吃得放心，更是比别人多了一份用心。而这就是山上人家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如何放慢速度与自然共存，让生活更有深度。是你们总共有几个像这样的帐篷区？目前的话，我们总共有15帐。看一下，因为最近这个露营啊，真的很流行，哇，高级、舒服，可以直接进去吗？可以，没关系。哦，好，谢谢。那个就好。好，来，哇，这个是我们每一帐的话会有不同的风格。是，对。那这一帐每一帐，所以10几帐，每一帐风格都不一样。对。哇，这一帐的话主要走一个比较韩系一点。你看进来有一些小灯、小布置的东西、小装饰。对。这如果现在是天黑的时候啊，会很有气氛，在那边喝小酒啊。哎呦，对。而且刚好现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是算是南投山区嘛。对。山里面晚上是凉爽，晚上是很凉，晚上是凉爽。然后你白天出来啊。白天这样电风扇其实这样吹啊，其实就很够，比外面也是凉爽。对，没错。哦，全部都是这个规格。哦，你们统一规格？对，统一规格，15帐全部都是这种规格。哦。对，那有人说，那看看可不可以2个人入住也可以。是。那就是我们就是以帐为单位计算帐而已。哦。对。那你要塞到6个人、7个人也没关系，但就是加床。对，加床，或者是你们有办法塞的话就塞没关系，这样。哦。就不算再加钱这样。哦。对。哦。哎。佛系来的，对，佛系露营，我这样坐进来，对，是非常大的，不管，好吧，直接，好，OK，你可以到床上，好，不好意思啊，可以滚一下，哎，对，有没有？它这个其实是标准双，这算双人加大，标准双人床，标准双人是不是？标准双人，对，就但躺进来，就外面看总是会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么大，但是进来以后其实真的很宽广。那我们旁边还有5个窗户，其实可以打开，更通风。听咱们小赖说，他可是精心研究过世界各地的顶级帐篷，最后才和设计师讨论出这款空间舒适、风格多变的神殿帐。而且营地还有规划时下最夯的网美网帅拍照区，保证100%拍出美照。网帅拍照时间，哎呦！这个各位美女们，看到这个应该就疯了，好梦幻哦！前面这边啦，哇！就基本上，因为我毕竟是身为一个男的，我已经感受到，就是很多人会在镜头前面少女心会喷发。对，先拍这边是不是？好。可能美真的是无法啦，对，美要美女来啦，我们只能就是对男生就自然随性。帅哦。对，自然像找一个前景哦，所以拍照要决一是要有前景，是不是？也不一定啦，就是利用现场的环境的东西嘛。哦，很重要，专业。
利用现场环境。好，这样就可以，这样自然哦。这样看外面好了。看外面。好，来一张喽，1、2、3。有一些前景。哇，这很有 feel。对。它有道具哦。这个是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推这种野餐。野餐对，我会给他们一个野餐篮，然后里面就有野餐垫，然后这个就可以当桌子，把东西垫在上面。现在流行野餐，露营兼野餐。哎呦，晚上就对，给他睡觉，对，躺看星星，没错。拍张，我这好。这好哦。对，这样好舒服。来一张哦。哦，哇。好清爽的感觉，就是随便就是一张美照，就基本上景美啦，景色美，对，景色美就什么都对。拍网美照、网帅照，可是时下最流行的新全民运动啊！不管是吃的、用的、住的，还是穿的，总之先拍再说。被如此自然的美景环绕之下，任谁都会忍不住杀光记忆卡的容量。连男生都挡不了这个魅力，对不对？你看，那个郭哥，你的手不要太白了。不是，我看一下你这只手在松，对，换过来颠倒，左右脚颠倒，对，然后你另外一只脚这样撑，另外一只手这样撑着感觉，对。好，有怎么样？借我把一下。可以。哦，可以。好险你手没有放在肚子上。很安详。老板也忍不住也要当网帅哦。看这边，往那边看。好，想象女朋友就在那边。哦。来1、2、3，对，可以。看一下，老板看。对。满意吗，老板？可以。是不是连老板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就知道这里有多好拍？既然有这么舒适的住宿地点，接下来当然要好好的填饱肚子先。我跟你说。我们来到嘉义啊，大家都知道嘉义名产一定要吃的是什么？砂锅鱼头。这一次我们带你来吃好吃的砂锅鱼头，而且这家砂锅鱼头是我从巷子里面的巷子的防火巷的摸乳巷的，在小巷里面去打听到的，一定要来吃这一家。非常厉害，而且可能网络上你看到很多砂锅鱼头消息，这家好吃，那家好吃，什么都可以，但这家听说是非常，所有人吃过都是这个，好香哦！我的天哪，这个就是砂锅鱼头的锅底吗？对啊。为什么煮一煮就倒回去了？没有，这是爆香的料，然后再加我们那个炸的蛋酥这样。我还用炸蛋酥哦。那这个你们的锅底有什么配合？都是青菜，是新鲜的东西啊，所以它鲜度比较够。现在的话就比较重视养生，但没有补力。看看这一大锅的锅底，满满鲜脆的大白菜，加上老板秘技现炸蛋酥，绝对是色香味俱全。也难怪老板娘的店面虽然位在深山之中，仍然吸引不少客人上门，宅配订单更是络绎不绝。看到他这个直接真空包装的。大的，等一下4个。这个大的就是没有那个没有。没有，真的没有。那个芋头4个。你看他然后那个桌上满满的，有没有？你看这一，等一下就加这一片。哇，好重哦，好重哦！你看它，好大一片，你看它多厚，它不是小鱼头，它这个肉超厚的。哇，好大一块哦！这种是什么鱼？这是大头鲢。这大头鲢。哦，果然大头。因为说砂锅鱼头，大头鲢头最大。所以大头鲢是最受欢迎嘛？最传统都是用大头鲢。它最适合做砂锅鱼头。很少看到餐厅就是
旁边已经告诉你，你可以宅配了，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来嘉义，他可能不一定找得到，或者是不一定会进到山上面来。大家很想吃怎么办？就直接叫，或者是也有人像这样子直接来这边买，对，就是一盒带走。对，就是宅配用的。他回去加热就直接可以吃了。它里面什么料都有，全部都有吗？就是没有白菜。哦，白菜自己再加进去。对，自己再加白菜就可以了。像我们到中药行里面看到四大名捕啊。对，就是四大名捕，对，生荣宴桂，那所谓的桂就是我们的清华桂。来，我来示范一次给你看哈。好，哎呦，哇塞，对哦，就直接绕过来，弄这么深哦。那像我们在扒皮的过程当中，那你讲哎炸啦扒，如果它有遇到那个侧枝的地方啊，就会比较难扒。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条。因为说砂锅鱼头，大头里的头最大，它最适合做砂锅鱼头。很少看到餐厅就是旁边已经告诉你，你可以宅配了，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来嘉义，他可能不一定找得到，或者是不一定会进到山上面来。大家很想吃怎么办？就直接叫。巨大的鱼头炸到外皮酥脆，鱼肉 Q 弹，再加上香气四溢的锅底，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啊！你看这个锅子，脸盆啊，这根本是脸盆般大的砂锅鱼头，超大一个，而且很香。哦，这真的厉害，蛋酥，甜、香、浓，来。对，好肥美，好甜，然后它的肉质咬下去，是不是那种会让你一下就化开的那种？就你要稍微用舌头顶一下，咬一下，就它运动量够啊，肉质是弹牙的。这个听说也是蒸馏水库里面的，是笋壳鱼，目前是我们这边水库最高级的鱼。这样也很好吃。这样也很好吃，虽然今天用红烧，但它的肉质你还是吃得出它的鲜甜的，不会说被那个酱料或什么红烧其他味道盖过去。清爽的白菜汤头搭配香气浓郁的蛋酥和鱼肉，不论口感或是味道，都充满丰富层次，也难怪在地人强力推荐。而如何运用在地资源，让大家能享受更自然、更健康且美好的生活，正是生活在台21线上的大家努力追求的目标。小刚，现在我就带你过来采我们的桂皮。桂皮是直接就先采了，是。像我们这个园区所种的肉桂啊，全部都是顶级的清华桂。哦，这边是清华桂啊？对，不是土肉桂，不是土肉桂。那台湾种类有土肉桂啊，我们的一个很珍贵的中药厂。像我们到中药行里面看到四大名捕啊。对，就是大名捕，对，生荣宴桂。那所谓的桂就是我们的清华桂，然后我们会先，这是它的特色，对，这个所以有的人会称为菌桂，也是这个对。那它这个是它自然生长的，是。我们在台湾的话，清华桂的种植，以我们现在南投埔里种植最多，长到这样子要多，像我们这边定植的话，大概已经有10年了。哦，10年这样树龄，对。但以10年一般树来讲，我以为会再更粗大一点，对不对？没有，其实清华桂它的生长速度并没有很快，它本身的话，它树高可以长到14米高，14米的那个要14米高，大概要20年左右。那其实整个桂皮它最有价值的时候，就是20年以上的桂皮，因为老桂皮了。对，老桂皮越老越珍贵，越老越珍贵。是的，一般几年以后可以开始收？一般我们收桂皮的话，就是10年以上。10年以上才开始收桂啊！你要先种10年后才开始收成哦。肉桂这个名词，或许你会觉得是喝咖啡做西点才会用到的东西，其实不然。在台湾，像是卤味的卤包、七味粉等等，
日常生活中是很常会用到肉桂的，但大部分台湾都仰赖进口。因此，威然哥多年研发，希望能在台湾种出有机的高品质青华桂。一般的话，我们会先用铁刷，先把我们最外层皮稍微把它刷一下。啊，你这样刷它不就刷起来了？不会。那肉桂的话，它本身它就是要来扒皮来供这个中药材使用。那你撸整圈哦？对啊，我们待会就整圈把它扒下来。不啦，大哥，人家不是说皮外层这样一圈，你如果扒一部分可以，你扒一圈就这样子一小圈，上面就全死了啊。它吸水啊，再带你去看我们之前有扒过的它环状剥皮后其实还好，它生长影响上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因为目前的话，全台湾就是我们种植最久，是那现在可以扒皮的也就只有我们，所以我们也一半在做一个试验。那来看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气候条件到底适不适合让肉桂做这样子的一个取皮的一个动作。来，我来示范一次给你看哈。好。哎呦，哇塞！对就直接绕过来。弄这么深哦？其实不会，你看起来很深但是其实并没有。好，那我们大概都会取，像我大概都会量一下，大概就是大概一整个手掌20公分到30公分。OK。我们再从这边的话，直接来做一个，就把它化开。这样就跳开了哈。那这一层跳开之后，再进来，用拨的，慢慢把它往外。我就变成用刀背，去慢慢把它取开。那像我们在扒皮的过程当中，那你讲炸啦扒，如果它有遇到那个侧枝的地方啊，就会比较难扒，因为它等于凸一块嘛，凸一块，它就会很难扒。那我们在扒的过程当中，就是利用刀背慢慢去把它修出来。其实这种就尽量不能把它断掉，对不对？对，我们尽量会保持它的圆形，整个起来。是卖相子还是？对。那整个皮取下来的话，也很漂亮像我们一般来讲，取到越大件的桂皮的话，它是越珍贵。长这么大，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人怎么取桂皮，每一刀都得小心再小心，毕竟要10年以上的肉桂树才能取皮，所以我可不想让大哥的心血白费。好，来，剥下来了，哇，小刚第一次，对啦，厉害。对，很厉害，这个就是我们整片的一个桂皮。虽然它有破损、破裂的话，但是也还好，没关系，因为我们到时候进去的时候，还要再把最外层的这一层酸皮再把它去掉。这边还有一个木头的涩味，对，很清楚，很明显。可是里面好香哦，肉桂味就很肉桂味超香。所以它这样子怎么办？放着就放着，那它自己其实它自然会在生长。像我们在取的过程当中，其实它都还会有留下一些原本的，那它的再生能力非常的强，它自己会再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都是再生的痕迹。很粗一条是。这扒多久了？这个已经扒了4个月左右，4个月之后它就开始一直在再生，可能到1到2年左右，它又会恢复，整个恢复原状了。是的。你看它这样子取了几个月它的叶子都还是绿的，对，还是一样在嫩芽，还是很茂盛，还是一样在抽花序，没有枯萎掉，是蛮好的。看到这里，可别以为取肉桂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我告诉你，难的还在后面，怎么去皮、阴干才是关键所在。慢慢的削，你就会看到这一层皮会慢慢的扒开来。削呢？对，它没有很好削我以为可以像削苹果那样。对。我们就慢慢的，它只能削最外面那一层。对，就是把最外层这一层把它削掉。对，就慢慢削，慢慢削。有些时候就透视一下。很聪明，很聪明。这些小 paper 啦，要学我那些东西手工的是。所以我们要取一个桂皮的话，其实它的工还蛮多的。那你看我们要种植10年之后，它有办法去架这一块。
这一块珍贵的桂皮，这个很像许梦鱼。鱼子酱也要养个10几年以后才能够开始。我也削不少对，对，你很认真在削，没关系。很薄我原本还想说削会不会削太薄，削掉太多，结果你看它薄到大哥削到薄到透光啊，整个一看到我的指头。肉桂去皮除了去除树的表皮外，更需要保留桂皮的完整无破损，如此才能卖出好价位。而为了增加肉桂树的经济价值，威然哥还会将修剪的分枝削皮、晒干，制作精油等副产品。这些繁琐的工作，全都得看老天赏不赏脸。这样子1年有几个产季？就1个冬天。我们最主要就是在冬天，因为我们是有机的，那我们不去做施肥，不去做打农药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就整个完全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要生长多少给我们。老天今年给你们多少就是多少，我们就采收多少。这个是都晒干的，那晒干跟没有晒干的话，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分别。一个拿起来是闻一下它的香气，你闻一下它的香气，它跟我们刚刚不一样呢。潮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香气。但为什么我觉得它有一个淡淡的陈皮味？对，这个就是一个天然物。如果我们要是一个化学物的话，我们说肉桂的味道，那化学的味道它就是不会转变。你晒过最久要晒到？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在1个月到2个月左右。晒1到2个月。那像你们这样子拿起来的时候，你稍微把它揉捏一下，你会听到清脆的声音。对，这样子下来有没有？就差不多。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深入了解才知道，看似简单的肉桂，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尤其威然哥更讲求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在有机无毒的要求下，让台湾肉桂创造全新高度。你去闻看看，你看你们这么大力香的味道，对，但是它眼睛不会熏，然后我这么大力的吸，它不会那种吸完这样那种呛鼻味，完全没有。那另外的话，它的香会滴到你的手的时候，它会有温度，不会烫。真的假的？邱社长，这个爱钓鱼大家都知道，平常你就爱玩一些有的没有的嘛。带这个水果就是拿来钓鱼。我用鸡腿和牛肉已经够猛了，你要钓榴莲。来了！来，小刚！小刚，快点，我快受不了了！小刚，快起来啊！你没听我起来啊！我起来！赶紧不要抬高，往后退。哎呦，水哈，水干。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钓。那另外的话，它的香会滴到你的手的时候，它会有温度，不会烫。真的假的？真的，你可以试。如果你不烫，我赔你。好了，你真的它自己掉下来，对，别修呢。对，那因为它里面完全没有化学的添加的东西，在我们这肉桂精油的萃取的过程当中，其实纯露跟精油是一起出来。那出来之后呢，我们就透过油水分离的方式，然后把这个纯露就是取出来，也就是类似我们的玫瑰水。玫瑰在萃取的过程当中，它举玫瑰精油，它也有。大哥，你这个举例非常好，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比较寒冷的天气的时候来喝，非常非常好。对，有没有很甜？它不是说你想象中那种糖水的味道，而是那种淡淡，好像你加了微糖一点点糖分在水里面的那种感觉。是。然后后面那个刺辣的味道，就甜味会把刺辣的味道带出来。对，那刺辣的味道会把那个淡淡的微甜味拉低，然后开始把肉桂味道顶出来。在中医理论来说，肉桂具有健胃、散寒、活血等功效，因此和人参、鹿茸、燕窝齐名为4大珍补。这次难得有机会可以一窥这山林之宝，我想这绝对是旅行中学到最宝贵的经验。
尤其有达人带路，不只会让你在旅途中发现不一样的视野，更会让人胆战心惊呢。我觉得有一项其实一直是我多年来对我来讲我是最弱的这个部分，但我发现台湾人非常非常爱，就是钓鱼。我找到一个非常厉害，台湾大概你会钓鱼、爱钓鱼的人，你都会知道他一个非常大12万元社团的一个社长邱社长哦。社长，小哥，你好，来就好了，还带礼物来？没有啦，因为今天就是想要请邱社长，因为邱社长这个爱钓鱼，大家都知道，而且又厉害。没有啦，我想说，平常你就爱东莞一些有的没有的嘛，带这个水果就是看你要吃也可以，或者我们可以拿来钓鱼。我用鸡腿和牛肉已经够猛了，你要挑榴莲。但是，我觉得你先，我先怎么样？我看你的身材，有没有办法对付这个100斤的龙胆？这边有到100斤吗？这拉力，这边不是养我都受不了嘞。相信爱钓鱼的朋友看到咱们邱社长一定不陌生。说到他钓鱼的奇招怪步啊，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榴莲钓龙胆这回事，小刚我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啦，但是拉龙胆需要的体力、耐力和爆发力，绝对是不能马虎的。这个是100号的杆子，100号啊，算中小班而已。如果要钓大班的话，可能要150号。但是你不是说这超到是50斤、50多斤？有，你看这个钩子，很粗，有没有像猪肉钩？哦，你说那个猪肉竿？对，我们在打龙胆的就叫它猪肉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几公斤？我63、64。如果要拉100斤的龙胆，你有办法？你有办法抗衡吗？社长，我拉过鲨鱼，你不要这样子。真的吗？冲绳拉了2个多小时拉鲨鱼，体力是可以，但是你的耐力和爆发力，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不好？好，试试看。然后我们就试试看。我做口碑的。社长有准备了2个轮胎的哦，这可以啊，这个我单手，好不好？等一下拉看就知道，好不好？我拉起来。不是这样吗？啊，不然那我们用钓竿试试看。用钓竿，再加上这个摩擦力哈。哦，对呢，因为打龙胆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龙胆大，所以它入钩比较不会入钩，所以那种爆发力要这样子。哦，所以你瞬间要爆发力要有。果然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看看邱社长设计的轮胎练习法，就知道他肯定是打龙胆的高手来的。比如说吃饵嘛，对不对？吃饵的话，我们那个爆发力就要有，对不对？因为要打入它的喉咙，对不对？这样子，第一次瞬间扯进去，好，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为什么要直接走？因为龙胆的力道很大，对，你站在原地的话是没有办法卷动。哦，所以你靠着你的力量，你往后2步，比你卷这个3圈还快。那你在退的过程中，你要边卷吗？不要卷，都不用卷。就是退的时候，要退，对不对？退完以后，你要卷的话，要往前，让对，我知道，就要松一点，然后再拉。对。哦 ，OK， 好，了解。真的不知道钓一个龙板要这么高刚。我这样拿对的吗？还是随便？还可以。是这样，对。哦，这边手要直，好，手要直，对，或者你这样子会没有力，手要直，对，打，怎么样？手要直，手要直。我看你好像不太行。你不是说你？我不准你说我不行。快打！可以，还可以，还行。所以这个你不会这样顶在身上吗？不会，因为我们钓鱼人如果顶在身上的话，回去洗澡的时候你就看得到。我知道，我猜这一片，不是有那种对，没办法顶的，因为没办法，对，就是手伸直，坐下去，按了，看来，哇塞，好，前进，卷。没想到只是钓个鱼，mega 也太多了吧！果然是行出状元。不过在邱社长的指导之下，相信挑战100斤龙胆，小刚我一定没问题的。然而可惜的是，水果真的不是龙胆的菜。
就连钓场老板常用的鱼饵，今天也不受青睐。最后社长只好出动最让他无法抗拒的大活虾，说时迟那时快，龙胆果然马上上钩啦！来了！哦，真的？哎，有！来，小刚，小刚快点，我快受不了了！小刚快！好厉害哦！我们练习的，我们练习的，高一点，高一点，对，往前，收，对，好，慢慢来，好，收，哎，就安嘞，哎，来，我拉力很，拉力很大，不是你想象的哈，这比刚才那个轮胎还要重。等一下，好，拉网有没有？来，哦，他还会再冲一次哦。我好，不要让他跑哦。不要再收了，好，给他起来，起来啊！你别起来，起来啊！我起来，杆子不要太高，往后退，对，杆子不要太高。谢，你搞得我好紧张，想尿，拉起来啊！起来，站起来！够力！我看得到。有！怎么印象中以前没有这么累？哇！对，谢谢老板。这一尾呢？哎，还算小 baby。你怎么看？好重哦，很重哈，已经很重嘞。目测大概有多？20斤而已。20斤而已啊！哦，小刚你拉的呢哦，快，我们把它放回去。好。你拿一下这个重量哦，否则1万块我们真的很重，赔不起的。很漂亮，2、3，哦，很漂亮颜色。也太刺激了吧！只是小 baby 等级的龙胆石斑，就让人钓得血脉喷张、热血沸腾。真难想象100斤龙胆又会是什么样激战的场面呢？而正当我们还在回味之际，社长又中鱼啦！怎么这么快啊？感觉重很多。大的，来这里，这位大的，这位真的大的。对，要剪，对。阿磊，手打字，对，线，好了，你又搞得我了，你每次都搞得我很紧张。收。哇，没关系，你就尽全力，没关系。我尽全力。对，你就尽全力。什么龙？我刚才重很多哈，重很多。我怎么一直跟你相向前？我好累。哦，社长跟你讲，好，哦，你就不要紧张，慢慢拉。哇，阿磊，哇，对吧？帅气男人的背影。对，阿磊，哇，来吧，好。对，我只有声音，我有谢谢。好，来，他会冲第2次了，好，再收，好，停，撑着，拉回来，拉回来。哇，停了，哦，上去，哇，真的重啊！你累我也累，好强哦！社长真的很强哎，真的哈，真的很强哎，所以我为什么要训练3个月就是这样。好啊，所以为什么要让你拉轮胎？我刚才那样只有3分钟而已。所以你说你有锻炼嘛？对，他那种就是耐力还有爆发力。对，因为你瞬间拉那个龙胆迷人之处就在这里。来，哇，小刚又征服一尾了。不是我，是太滑了，光啊，沾跷滑板的光。哎呦，水哈，水干。世界第一钓，
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有人说，旅行是为了给自己放松的空间，也有人说，旅行是看见不一样的视野。走在新中横公路更是如此。你会发现山上人家是如何懂得疼惜台湾这块土地，更体悟到何谓放慢步调过生活。有机会别忘了留时间来场山林之旅，因为你会获得的不只是拥抱自然的机会，更会爱上这块你从小长大的家园。